阿丽，我起早贪黑捕鱼，赚的钱全给你爷爷看病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为什么？你一年赚的钱够人家李公子吃顿饭吗？你说什么？丽丽之所以一直没和你摊牌，是因为我们需要你的渔船出海捕鱼啊！我们快走，这海上太危险了！你们这对狗男女，我不甘心，我不甘心啊！这是龙，真的有龙！这是什么？我共享了龙的视野，我能控制它。动！我居然真的能控制一条龙！这个能力太强了，这么深的海底就像开了全息地图。这石斑鱼看体型起码有20斤吧，这要是拿到市场上，起码2000块一斤啊！既然奉上去，只能怪你运气不好。这下我要发财了！张丽，你不是嫌我穷吗？抢我的船，要我的命，我会让你们100倍奉还。这么大的帝王蟹，我还是第一次见到，去市场卖卖看。自从禁捕令一下，大货全没了，我店里3天没上石斑鱼了。我这也是，客人天天催，我上哪儿给找啊？深海大石斑，脸盆大的帝王蟹，走过路过别错过。啥？脸盆大的帝王蟹？你是喝多了吧？这哪来的乡巴佬？这穷疯了吧？看你们那没见过世面的样子，一边玩去吧。小伙子，我刚才听见你说有石斑鱼和帝王蟹。张老板，我干水产生意15年，就没见过10斤往上的帝王蟹，他这就是吹牛。鱼鳃鲜红，眼睛清亮，这是刚出水的新鲜货，够野够鲜，爪子完整，壳上还有藤壶，这确实是野生的。我的天，小伙子这从哪儿捞的？小伙子，开价吧，多少钱一斤？石斑鱼1斤2000，2000。现在禁捕令期间行情不好，我给你1200。不行，我给1500。1500也太低了，我这可是极品野生货。8万，鱼和蟹我全要了。全要了。听海阁的沈总，他居然亲自来市场收货了。听海阁可是咱们镇上最大的海鲜酒楼，隔壁市还有好几分店。听说这个沈总手底下几十号人，身家少说几千万啊。8万，石斑鱼按照2000一斤算，20斤也才4万，这几只帝王蟹也给这么多，太合适了。8万，这批货我全要了，你只赚不亏，卖不卖？卖，当然卖，成交。等等，沈总，您这不是截胡吗？这可是我先来的，您这不是哄抬市价吗？张老板，生意上不分先后，只看出价。这只帝王蟹，明眼人都知道不是人工养殖的。你们干这行这么多年，应该知道野生10斤半的帝王蟹有多难找。还有这石斑鱼的个头，在这禁捕令下，整个镇上1个月能见到1条就不错了。8万，我不吃亏。8万块啊，这够我在海上干好几年了。这小子绝对有秘密，肯定踩了狗屎运，找到什么隐秘渔场了。这是我的名片，如果你还有这种货，随时联系我。价格方面，保证你满意。好的。太好了，这么快就有8万元到账！我要是能有条船远海捕捞，几十万、几百万都随便赚啊！现在要想继续捕鱼，得先把渔船拿回来，所以现在最重要的是把我的船从那2个狗男女手上拿回来。沈总，咱们刚收的帝王蟹和石斑鱼全卖完了。这种极品海货，就算是我也很少见到，抢购一空也是意料之中。什么？海鲜采购协会的前会长要来渔丰镇考察，要在我这儿办宴席。如果能抓住这次机会，说不定听海阁有希望和前会长达成长期合作。可是，我到哪儿去找镇场子的顶级海货？前会长要来，沈曼现在肯定急疯了，这可是咱们天大的机会。你想怎么做？我手里握着码头绝大部分的渔船，他想要货，就得跟我合作。喂，沈总，听说前会长要来了，你什么意思？听海阁要办宴席，肯定需要不少海货吧？别的我不敢说，但是在渔丰镇，
现在可能就是我李家的渔船最多了吧？不如咱们合作一把，条件是以后听海阁的海鲜只能从我这儿进，而且听海阁要分我一半的利润。我要是说不答应呢？沈老板，好好考虑一下，毕竟要是没招待好前会长，丢人的不是我。李浩，你够狠！对了，可以找他。现在我势单力薄，想要推翻那2个狗男女还不够，还得继续赚钱。沈总，你好，陈远，我是上次买海鲜的沈曼，电话里说不清，你现在能来听海阁一趟吗？听海阁，好。陈远，你可算来了！我长话短说，钱会长要来考察，我要大批极品海鲜，帝王蟹、石斑鱼，最好再来点花龙虾，只要能吸引人眼球就行。你能不能搞到？货肯定能搞到，但是沈总，我没船。没船？那你之前那些货咋补的？我爷爷留给我的那条船，被李浩霸占了。他不仅把我推下海，以为我死了，还顺理成章吞了我的船。这不是谋杀吗？我现在没证据，船也在他手里，现在我连海都下不了。李浩这个狗东西，难怪敢这么嚣张。船的事我来想办法。码头有艘小渔船，明早你去开，虽然破了点，但勉强能跑。行，那你就等着收货吧。注意安全。哟，这不是陈远吗？你准备用这破玩意儿下海呀？这破船也能叫船？我奶奶的洗脚盆都比它结实。听书一句劝，别出海半道上沉了，还得麻烦海警捞你的尸体。你俩是闲得慌，管好你们自己吧。这小子胆子真大，这破烂也敢开。开呗，就那破船，他能捕到条沙丁鱼，就算祖坟冒青烟了。哎呦我去，这不得发财了！给爷上来！什么东西？刚才是什么东西？我哪知道，海底跟炸了似的。刚才那动静绝对不是鱼啊！别说了，快走！这感觉太爽了！那是什么？哇，是锦绣龙虾！这么大的个头，就这一只就能当镇店之宝吗？沈总，不知道这个够不够吸引眼球？沈总，明天钱会长就要来了，我们店里像样的海货已经全卖光了。放心，会有办法的。沈总，考虑的咋样了？让我再想想。行，那沈总慢慢想。我倒想看看，现在余丰镇除了我，谁还能给你供货？沈总，为什么不答应他啊？李浩那种人狼子野心，他想垄断余丰镇的海货。如果我答应了，以后的价格可就是他一人说了算。沈总，带人来码头取货。这是。看够了没？沈总，这些够吗？这些都是你自己捕的？对啊，都是我自己捕的。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废话，我可是有龙的人，运气好罢了，正好碰上个鱼窝子。这绝对不是运气，这是本事。我干这行这么久，
还没见过一个人一条破船，一天能捞出别人半年的货。这些一共有多少？帝王蟹6只，极品石斑鱼12条，花龙虾2筐。帝王蟹1只1万5，9万；石斑鱼1条8000， 9万6；花龙虾1筐3万，6万，总共24万6。成交。刚才我记得你发来的照片里还有个龙虾。这是锦绣龙虾。我干了这么多年海鲜，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个头，这是成精了吧？沈总，这玩意儿够不够吸引眼球？太够了，这只龙虾，我个人可以给你出20万，因为我也要承担一部分风险。没问题。到账44万6千元。前2天卖了8万，今天直接到账44万。我在海上风里来雨里去，奋斗这么多年，一年也就只有2、3万而已，还全被张丽那个女人给霍霍了。陈远，这次真的谢谢你了，你替我解决了个大难题。小意思，为你这种大美女服务是我的荣幸。贫嘴，明天你也一起来一趟听海阁吧。这种赚钱速度会不会太快了？每次出海都补这么多极品货，肯定容易引起别人怀疑。我得想个掩人殃人的身份才行。这到底是什么东西？这看样子像是锦绣龙虾，这么大的个头，你开玩笑吧？赶紧给李总打电话汇报。李总，不好了，沈曼收到海货了，而且数量还不少。只有数量有什么用？一堆小鱼小虾上不了台面。不是啊，李总，还有一只巨大的龙虾，光那俩须子就有小孩胳膊那么粗了。什么？绝对不可能！哪有那么大的龙虾？是谁捕的？没拍到正脸，离得太远看不清。不过听沈曼好像叫他陈远。陈远，怎么了，浩哥？有人给沈曼供了货，而且那个人好像叫陈远。不可能！怎么可能亲眼看着他沉下去的？也可能只是名字一样。明天一起去趟听海阁，我倒要看看到底是谁。不愧是听海阁，太有实力了。在禁捕令下，也只有听海阁有这种规模的海货了。那是什么？这是龙虾。这不是普通龙虾，这是传说中的极品锦绣龙虾。这绝对不是普通龙虾，这是极品锦绣龙虾！老天，我干这行几十年，从来没见过体型这么大的锦绣龙虾。看这尺寸，还有这盔甲的厚度，这看样子足足有30斤左右。钱会长，龙虾得多少钱啊？这种级别的海货，属于极品中的极品，已经不能按斤来卖了。钱会长不急，不如我们先上楼，边吃边聊。沈总，你今天可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惊喜啊！饭不急吃，你直说吧，这龙虾多少钱？我要了。钱会长，今天来的可都是行家，这只龙虾的价格，我相信您肯定不会放水的。既然沈老板都这么说了，我出20万，图个好彩头。沈老板，我出25万，给您听海阁捧个场。别抢，正好过几天是我奶奶的80大寿，这只龙虾我要了，我出30万。居然是真的，锦绣龙虾，到底是谁在背后坏我的好事？浩哥，你说会不会是陈远没死？绝对不可能！就算他命大没死，他也绝没那个本事捕到这么大的海货。还要有这能耐，你爷爷的病早好了。各位有所不知，据说在清朝的时候，锦绣龙虾象征着吉祥如意，当时也只有皇帝能吃得上这种极品。一只锦绣龙虾要从沿海快马加鞭送进京城，路上换马不换人，要是晚到1天，那可是要脑袋翻椰的。钱某人既然有幸遇到此等奇物，沈总，我愿出55万购买。我去，55万，这也太夸张了吧！照这赚钱速度，我不是很快就能财富自由了？既然钱会长这么有诚意，那么这只锦绣龙虾
这虾死了！完了完了，这要是真死了，可就变成一堆烂肉，一文不值了啊！我的妈呀，好险！我刚刚差点就出了30万。不行了，看这状态，应该是活不了了。这么大个头的锦绣龙虾，几十年都难遇一只啊，可惜了。唉，天意，这都是天意呀。哼，死了最好。这就是天意。我倒要看看，你还能捕几只这种龙虾出来。这水不对劲，氧气明显不够。这不是龙虾要死，是缸里缺氧了。我的黑龙异能应该可以净化水质。不管了，先试试再说。陈远，你终于来了。沈总，这位年轻人是？钱会长，这是陈远，这只锦绣龙虾就是他亲手捕到的。哎呀，年轻人真是好身手，可惜啊，这虾现在……钱会长，不如让我先看看这龙虾的情况。陈远，你真的有办法？不知道，试试再说吧。哎，你们快看，我怎么感觉这水变得不一样了？别说，我也有这感觉，可能是错觉吧。活了，他真的活了！天哪，他刚才到底干了什么？居然真的活过来了！小伙子，你这究竟是怎么做到的？哈哈，其实我也没干啥，就是看着这水质不好，估计是缺氧了。你很不错，陈总，这虾55万还是我的吧？那是当然。真的是陈远！他居然真的没死！浩哥，陈远真的没死，他要是告发我们谋害他怎么办？怕什么？海里又没监控，他有证据吗？我们先走。虽然不知道这小子是怎么搞活死虾的，但我不信他次次都能踩狗屎运。陈总，这小伙子不但捕鱼技术好，就连眼力都是1等1的，你眼光不错呀。钱会长说笑了，不如我们先上楼用餐，边吃边聊。好，哈哈哈哈。别说，陈远确实挺帅，尤其是刚才救活龙虾时那自信的样子，真是太吸引人了。我在瞎想什么呢？沈老板，你怎么了？脸怎么红的跟猴屁股似的？没事，快走吧。沈曼该不会是看上我了吧？不过我可是有神龙附身的男人，看上我算他眼光好。陈总，今天真是让我大开眼界了。钱会长客气了，您叱咤海货市场这么多年，我这点东西对您来说就算小场面。钱一会儿财务会转给你。锦绣龙虾，随后我会派专车来取。陈远，下次有好货一定记得联系我啊！我现在可是和你们听海阁属于长期合作伙伴了。放心吧，钱会长，一定。这次多谢你了。没什么，小事儿。怎么又给我转了20万？上次我出20万买下龙虾，当时也没想到会赚这么多啊！大头本来就是你应得的。没想到沈总人美心也善，搞得我都觉得自己对你动心了。贫嘴。现在我们手里闲置的船有多少？浩哥，目前我们的渔船还有10艘闲置。帮我联系海天盛宴的金老板，听说海天盛宴最近被听海阁压得抬不起头了。浩哥，你想怎么做？我要出动所有的船，把近海能捕到的海货全部垄断，让沈曼和陈远连一条鱼的影子都见不到。经过锦绣龙虾一事，最近店内客流量比平常居然上涨了20%。陈远真是听海阁的福星。沈总，不好了！怎么了？慌慌张张的。沈总，自从锦绣龙虾运走以后，店内的客人比平时少了70%不止。什么？
怎么会这样？大家都在传，听海阁也就一个龙虾能拿得出手，现在龙虾卖了，连基本的海货都难以保障。现在大家都去海天盛宴了，听说金老板还搞了个什么海鲜节，帝王蟹一只才卖6800，虽然没有咱们的个头大，但是据说不限量还送酒水。龙虾卖了，可我们不是还有其他海货吗？我们也搞促销。没了，沈总，现在市场上连一条小鱼都买不到了。什么？我们这几天把附近的码头都跑遍了，别说海货，就连田螺都找不到一个了。肯定是李浩那个混蛋干的，他仗着渔船多，不顾别人死活疯狂捕捞，这是准备垄断市场了。那我们怎么办啊，沈总？你先下去吧，货物的事我来想办法。陈远，这次只能靠你了。来活了。陈远，不好了，现在李浩他们疯狂捕捞海货，听海阁这几天已经断货了，你有没有什么办法？什么？李浩做的这么绝？你别急，我来想想办法。现在海上都是李浩的船，我直接动用能力捕鱼，肯定会被他们盯上，引起不必要的麻烦。有了！我为什么不能在房子后面打个池塘，直接从地下打通到海底？这样捕鱼就可以完美避过所有人。这地方平时根本没人来，地方也够大，就这里了。给我开！应该可以吧？果然成功了！水还是温的，居然真的被我打通了！从今天起，这就是我的秘籍地了。哼，好，既然你想玩，我就陪你好好玩玩。游了这么久，居然什么都没有，看来这孙子确实挺卖力的。既然近海没了，那就去深海。这要是全捞上去，沈曼怕是会激动的直接扑我怀里吧？不管了，全都是我的。那是什么？我操，这是鲍鱼胶。这可不是一只两只，这是顶级的黑金鲍鱼，大的一只少说卖2万块，小的1万。这一整座礁石都是鲍鱼，我这辈子是不是不用干别的了？这次要了老命了，这么大的礁石真龙也扛不住啊！还好我机智，在下面打成好几小块才弄回来。先休息吧，明天再说。沈总，今天大厅里已经一个客人都没有了，再这么下去，我们真的会撑不住的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你不是跟我说会想办法的吗？都火烧眉毛了，你居然在家里睡大觉！哎呦，沈大美女，你急什么？我只是没来得及给你打电话，事情已经彻底解决了。等我先补个觉，你再过来验货吧。陈远刚才说他解决了，让我等他睡醒再去验货，我1分钟都等不了了。不行，陈远就住在这种地方吗？果然是不拘小节啊！陈远，醒醒，快醒醒！啊！好香好软。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做？要不要推开他？什么？他怎么会躺在我怀里？沈总，没想到你居然是这样的人，趁我睡觉占我便宜。什么？明明是你刚才一把将我拽倒的。那还不是因为我太困了吗？哼，少废话，还是先验货吧。沈老板，货都在这儿了，你看看满意不？这是多宝鱼，这么大，居然还是活的。沈总，要不要我帮你吹干吧？不用你管，连带鱼都有，极品大黄鱼。陈远，去，好软啊，这就感动的要以身相许了。这些足够解燃眉之急了，
多少钱？你开个价吧。价格不急，还有个货需要你长长眼。这东西你收吗？这是鲍鱼？不对，外壳纯黑，肉质泛金，这是顶级的黑金鲍。你从哪儿搞到的？这种东西有价无市，就这小小一只，市面上可以卖到3000多。不过你只有一只，我直接出2万5。陈总，不是一只。那你到底抓了多少？那个，你要多少有多少。你说什么？反正下面有很多很多。如果是这样，这些海货我就不给你钱了。什么？你要白嫖我？想什么呢？我是打算用听海阁30%的股份换取你这些货源，按照市值的话，大概有5000多万，你觉得怎么样？5000多万，我这也是翻身当股东了。没错，怎么样？你答应了？当然，这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啊！那我现在就叫人把海货先带回店里，回去我马上拟好合同。既然我现在是股东了，那么店里的收益就和我个人息息相关了。我有个大胆的想法。哦，你说说看。上次锦绣龙虾卖掉以后，店内的客流量大大减少，大厅那个巨型展示缸还空着，我们不如往缸内再放一个更有噱头的海货，这样就能源源不断的吸引客人。等人流量增多，我们顺势增加一些促销活动，再搭上现在的直播风口，增加热度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妙啊！如果有那种级别的海货镇店，那以后生意的火爆程度简直不敢想象。可锦绣龙虾那种级别的海货，可不是说有就有的。你在这儿等我一下。这是什么？你看看这个够噱头不？这是整座鲍鱼胶。没错。怎么样？这个够不？这就吓晕了。这只是我在海底敲下来的最小的一块啊！李公子，这几天多亏了你，我这海天盛宴的生意简直远超从前。哼，这算什么？毕竟现在整个渔丰镇只有你这里有这么多高档海货。没错，多亏了沈曼那个臭女人有眼无珠，这种垄断的好事竟然都放过了，果然是胸大无脑啊！这是怎么了？人都跑哪儿去了？金老板，不好了！听海阁那边据说在大厅里摆出了一块巨大鲍鱼胶，上面密密麻麻全是顶级的黑金鲍鱼。现在有好几个网红在他们大厅直播，热度爆炸了，客人都跑去那边看稀奇了。这怎么可能？李公子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不是向我保证把附近海域的高档海货都捕得干干净净了吗？你他妈敢怀疑我？附近海域确实连根羽毛都没了。这么巨大的鲍鱼胶，绝对不是沈曼和陈远那2个废物能弄回来的。我猜，肯定是钱会长那个老东西在暗中帮他们调货，不然这种极品他们绝对搞不到。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客人都跑光了。叫老刘去听海阁，花钱买几只鲍鱼回来，我倒要看看是不是真的黑金鲍，给我查清楚到底是谁在背后给他们供货。签字吧，从今天起，你就是听海阁的大股东了。怎么样，陈大股东？要不要我给你举行个盛大的欢迎仪式？仪式就算了，太高调容易引起别人注意。不如今晚和沈大美女一起吃个烛光晚餐，我们深入聊聊人生，谈谈理想。呸！你们男人果然没一个好东西，这才当上股东第1天就敢打本老板的主意。沈总，现在店里流量太多了，桌子根本不够用，海鲜更是供不应求，好几个爆款货都断供了。货不够了，那我去。陈远，你刚接手，先在办公室熟悉账目，我带人去仓库取就行。这几天为了弄这些货，你也累坏了，好好歇着。行，那就听沈总的安排。按照今天这个火爆趋势，每天进我兜里的分红，少说也有5万吧。我操，这么多钱，我要怎么花呢？
李公子，我可能发现他们的秘密了。那批顶级海鲜，居然是藏在陈远那个废物的穷光蛋家里。怎么了？老刘发现陈远的秘密了，他家院子里有个池塘，听海阁的货都在池塘里。池塘？我怎么不知道？而且多大的池塘能养那么多海货？管他怎么样的，既然找到了，就只能怪他倒霉。准备2桶漂白粉，叫2、3个兄弟，今晚动手。应该就是这个池塘，动手。李公子，这漂白粉不是给池塘消毒的吗？少量的漂白粉确实是消毒，但我们倒下去的量足够引起水质急剧恶化，鱼会疯狂挣扎跳出水面，最后水面上会飘满翻着白肚皮的死鱼。李公子高啊！这下我看他们祸从哪儿来。走。这么好的天气，不如去水里泡泡澡。这是什么味道？这是漂白酚，浓度很高。还好池塘打通海底，不然还真被你得逞了。李浩，你还真是阴魂不散。既然如此，就别怪我下狠手了。你不是想垄断鱼丰镇海货吗？那我就让你一条鱼都捕不到。李公子，真的没问题了。放心吧，金老板，这下听海阁再也翻不起什么浪花了。太好了，还得是李公子。金老板，接下来我会让下面人持续打捞海货，出不了几天，镇上就只有你一家独大了。听海阁，陈远。这次我看你们怎么翻身！大家加把劲儿，都精神点儿！除了我们，别人谁也别想捞到一条鱼虾。那边有大鱼群，准备撒网！老刘，看来今天有大收获了，是鱼群！大家眼睛盯紧点，回去我跟李总申请福利。李浩倒是打得好算盘，先是灭了我的池塘，然后再垄断近海鱼群，这是想绝户啊！可惜你碰到了我。行了，差不多了，收网。怎么回事？鱼呢？难道是网破了？老赵，你不会是年龄大了眼花了吧？放屁！换位置，换网再撒。老赵，怎么办？这太邪门了吧？难道是前几天我们给这已经补干净了？不可能！明明我好几次看到鱼群，怎么每次撒网都是空的？只能怪我们运气不好。先回去吧，明天再试试。还想吃绝户？我让你们一条虾米都看不到，现在想走，晚了。
快开船！啊！水里有东西，全速前进，别停！你刚才到底看到了什么？有海怪！我真的看到海怪了！我真的海怪了！这会儿以后别找我了，我再也不想下海了。沈总，那鲍鱼胶确实不错，可你也不能守着它啥也不卖了吧？听说你店里这几天货也快卖完了吧？货的事儿就不劳李公子费心了。要不要考虑跟我合作？我分你点货，不然你这听海阁怕是要改成茶馆了。李浩，你少在这儿得意，是不用你管。我这不是关心你吗？现在镇上可就剩下2家大店，你倒了，我一个人多没意思。还是算了，货的问题我自有办法，李公子还是管好自己吧。哈哈哈哈哈！你有办法？你是说陈远吧？你觉得他那个小池子还能供你几天的货？你怎么知道池塘？我跟了陈远那么久，我都不知道他居然悄悄打了个池塘。不过现在嘛，那池塘可能只能洗衣服了。你们就不怕我举报吗？哈哈哈！举报？你有证据吗？我劝你还是多考虑考虑听海阁吧。走。李浩那边应该断货了吧？我顺便再找点新货，让沈曼彻底翻盘。这也太普通了吧？这种货也就李浩能看上眼了。蓝鳍金鱼，这么大一条，少说400斤。居然敢看不起你龙大爷！这么快？哈哈哈！还想跑？给爷停下！搞定，400斤少不了。怎么陈远不接电话？难道李浩说的是真的？难道池塘真的被他毁了？沈总，你还是别对陈远抱太大希望了。有这时间，不如考虑考虑我们接下来的合作。那你说说你想怎么合作？海货以后由我供给，但是我要听海阁50%的股。你做梦！如果不合作，你这听海阁怕是要连一条鱼都看不到。你真以为于峰镇离了你，没人能供货了吗？你还觉得陈远能帮你？还是自己会？钱会长路途遥远，海国运过来还不知道能不能，运输费的价格都是一样。禁捕令下，于峰镇只有我的主子，除了我没人能给你对。原来你打的是听海阁的主意，你死了这条心吧！我是不会把股份交给你。那我就等着看你听海阁关门大吉。沈总，叫你的人在门口接下货，我刚捕了条蓝鳍金枪鱼。蓝鳍金枪鱼？蓝鳍金鱼？沈曼，你编也编个像样的谎！蓝鳍金枪鱼游起来比快艇还快，1秒钟能窜出几十米。专业的渔船用延绳钓都难抓，他陈远一个连船都没有的人用手捞。沈总，你是不是被陈远骗了？他随便在网上找张图发给你就信了？这种鱼，整个于峰镇多少年都没人捕到过。陈远不会骗我。沈总，我还是那句话，跟我合作，听海阁还能活，不然你就等着关门吧。沈总，你快出来看看！居然真的是蓝鳍金枪鱼！你没事吧？李公子，你还是小心点，这鱼凶着呢，别伤到你就不好了。陈总说还有一批海货要运回来，带人去拉货了。陈远，你到底还要带给我多少惊喜？老刘，你们今天捕了多少货？运回来没有？李总，我们今天一条鱼都没捞着。你说什么？一条都没有？浩哥，怎
怎么了？一群废物，出海大半天，不但一条鱼都没捞到，还给我扯什么碰见了海怪？什么海怪？哪有什么海怪，这不过是借口。不过陈远这个人身上绝对有大秘密，凭他一个人，连条破船都没有，能用手捞上来蓝鳍金鱼。我和他在一起那么久，他一直是个穷光蛋。要是有什么秘密，我早就知道了。不管他有没有秘密，禁捕令期间私自下海捕鱼，还违规建造池塘，这2条罪名加起来，就够他把牢底坐穿。家人们看见了吗？活的蓝鳍金鱼，少说400多斤。今天来听海阁算是来对地方了。现在网络上把这鱼已经炒到了天价，我们听海阁彻底成网红打卡地了。这也很正常，毕竟活的蓝鳍金枪鱼实在太稀有了，有钱也难买到。刚刚钱会长也打来电话，愿意出300万买下这条鱼。我觉得这个价格已经超出预期了，你怎么想？不管多少钱都不卖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就这么一直养着它？养着？这大家伙每天吃的比我都好，我可养不起。我的意思是切了卖，按片卖。按片卖？你是说吃了它？对，我们毕竟是酒店，需要持续的热度。300万卖给一个人，也就热闹1天。热度鱼能吃1个多月，热度就能持续1、2个月。你说哪个划算？这是饥饿营销。家人们，供货的大佬出来了，快看！就是他，这么年轻，真的假的？可能吧，这鱼少说400斤，他除了长得帅一点，哪胜过这种鱼？沈总，这鱼怎么卖的？我长这么大第一次见这么大的金枪鱼，我愿意出150万购买。你打算叫花子呢？150万上现在都有大老板出到快300万了。沈总，你直接开个价吧，这鱼我势在必得。各位，不好意思，这整条鱼我们听海阁不卖。不卖？这鱼放在你们酒店大厅，不就是拿来卖的吗？明天我们听海阁会推出顶级蓝鳍金枪鱼套餐，按片卖，1片888，每天限量50份。你是说我们这种普通人也都能尝到这极品金枪鱼的味道？可是每天才50份，这点肉够谁吃啊？大家公平购买，先到先得嘛。每天上午10点钟准时开抢，手慢无。家人们，听见了吗？什么是格局？不要998，只要888，顶级金枪鱼带回家。地址1分钟之内，我要听海婷的具体地址。没想到我这种穷屌丝都能吃到这种极品，冲了！还说啥呀？我现在就去门口拿个马扎排队。看来明天后厨和外场又要忙得不可开交了。李公子，这可怎么办啊？听海阁那边刚弄出个极品鲍鱼胶，这又弄来一条活的蓝鳍金枪鱼，现在我们海天盛宴的货也马上见底儿了，客人全跑光了，我们怎么跟他们斗啊？金老板，别急，最近我会亲自带人下海，去捕捞最顶级的海货。可是他们现在人气这么高，就算我们有货，也不一定能把客人抢回来呀。不就是海货吗？近海鱼少，老子就去捕捞深海的。我已经花重金订购了一批最专业的深海捕捞装备，就先让陈远的土鳖得意几天。等我的货到了，我要听海天彻底关门。值了，这880花的太值了。我活了大半辈子，从来没吃过这么软糯鲜甜的鱼。明天我还要来排，你吃完快点走吧，别挡道，我都快等不及了。家人们看见了吗？我为了吃这一口，凌晨5点就带着帐篷来排队了。现在队伍已经排到对面马路牙子上了。真的假的？那可是野生蓝鳍金枪鱼，这老板简直是在做慈善。陈远，你的那个套餐简直绝了，50份鱼肉10分钟不到就全部卖光了，50片直接进账44400。这还不算完，那些没买到金枪鱼的客不甘心走，全在店里点了鲍鱼、石斑、花龙虾，再加上高档酒水。今天就这一个上午，听海阁的营业额直接破了15万，这比往常旺季1个月的利润还要多。既然赚了这么多，那沈总你打算怎么奖励我这个大功臣？要不我晚上请你吃个高档大餐？就只是吃个饭吗？沈总，这诚意是不是太简单了点？那你还想怎么样？我还想，谁在关键时候打我好事？妈，您老怎么这时候想起给我打电话了？怎么着？我当妈的给你打电话还得看黄历挑时辰啊？我刚才联系张玲那丫头，才知道你们俩居然分手了。没错，是分了。具体的您就别多问了，妈。你今天打电话到底有什么急事儿？分了也好，那种女人配不上我儿子。我跟你说啊，咱们隔壁刘婶给你介绍了个相亲对象，是刘婶她亲妹妹的女儿，人家在县城卖汽车呢，长得漂亮又能干，条件好得很。刘婶的妹妹的女儿。
妈，要不算了，我觉得算什么算？你爸走得早，我就盼你早点成家。我给你挑了个姑娘，在县城卖汽车，电话我已经给她了，待会儿联系你，别搞砸，否则别认我这个妈。怎么，你要去相亲？老人家的话没办法不去。那祝你相亲愉快。刚才不是好好的吗？这是怎么了？喂，你好，陈远吗？我是林美美，王姨介绍的。今天中午你方便见面吧？没问题，中午我有时间。那你待会儿直接去听海阁吧，听说那儿的海鲜不错，就在那儿见。这听海阁不愧是5星级酒店，真气派。是啊，在这吃一顿不得万把块啊？这算啥？也就那样吧。是啊，美美长得那么好看，那姓陈的能请你吃饭，已经是8辈子修来的福分。那当然，希望那男的提前订个包间，要是坐在大厅，我鸟头就走。陈董，您的朋友已经到了。你好，你是林美美。我就是林美美。介绍一下，这些都是我的好闺蜜。听说我相亲就一起来了把把关，你不会介意吧？不介意，我们走吧。第一次见面就约在5星级酒店，还带这么多人，分明是想宰我。在我的地盘，看你能玩出什么花样。美美，这一桌子菜不便宜吧？这可是5星级酒店，今天我们算是有口福了。就是，你们看，这可是黑金鲍鱼啊，一个得老贵了吧？也没多少钱，第一次和陈远见面，也不好让他太破费，也就68800吧。多少？68800？怎么了？你不会付不起吧？美美，你说的什么话？哪有相亲的请不起一顿饭啊？你说是吧，陈远？果然是来薅羊毛的，这是想吃我大户。行，那咱们就好好玩玩。当然付得起，大家吃好喝好，不够了再点。那就再要一瓶毛子吧，我朋友可能喝不惯这红酒。还有那个华子也来一条，还有那个帝王蟹再来2只。没问题，大家先吃，我去拿。美美，你这相亲对象还真是能打肿脸充胖子啊！点了这么多，硬是屁都不敢放一个。一个捕鱼的穷导师能请美美吃顿饭，就已经是他的福气了。来，大家先吃，一会儿菜凉了。这2个素菜是我点的，这钱我付。陈董，您这是？剩下的找他们付就行了。还有102包房还有2瓶毛子、1条华子以及2只帝王蟹，你等下直接送去。好的，陈董。饱了，这顿吃的真爽啊！不错，还是这酒喝起来够味儿啊。话说回来，看在这些东西的面子上，那个陈远还算懂事的。陈远呢？去拿个烟酒怎么去这么久？陈远不会是看着钱太多逃单了吧？他有事已经离开了，不过他已经结账了。既然结账了，走就走了吧，没他我们吃的更开心。我们继续。但是他只结了他自己点的2个素菜，一共是150块，剩下的你们点的那部分89400还没有结。什么？混蛋！陈远关机了，居然真的走了！你刚才说还有多少钱没结？还差89400，给您打个折，抹去零头是88000。这钱你应该找陈远要，我们只是来陪美美相亲的。没错，哪有相亲还让女方付钱的道理？刚才陈董专门交代了，包房不是他订的，他自己点的菜一口没吃，钱也付清了。而且我在酒店工作这么久，也从没见过相亲带这么多人来白吃白喝的，这是典型的宰猪。你刚才叫他什么？陈董？是说陈远？他不就是一个打鱼的穷光蛋吗？捕鱼的，陈董确实是捕鱼的，但我们店里的极品金枪鱼、鲍鱼胶全都是他亲自捕到的。他是我们听海阁的股东，这怎么可能？就算是你们股东，他相亲就更不应该要钱了。说不定美美以后和他……刚才陈董也说过了，他不认识你们，只是出于饭店的礼貌接待你们。请问你们现在谁结账？不就是一顿饭吗？我认了。请问您怎么结？你们谁能先借我一点？我卡里没带那么多钱。那个美美，我刚想起来我还有点急事儿，就先走了啊。哎呀，美美，我老婆刚才打电话说她羊水破了，准备生孩子了，我得赶紧去医院。你们！
果您付不了，我们就只能叫保安了。这个应该够了吧？按照现在的克重回收价，您还差3500块。哎呦，我还头一次见这种不要脸的人，相亲居然带一大帮人，一顿饭就敢点8万多，真是坏透了！呸，这种人就是活该被留下来买单。可我真的没有钱了，我还有个唯美的内衣，花了4800买的，还是限量版，这个应该够了吧？不好意思，小姐，我们这里是5星级酒店，不收这种二手的东西。如果您实在没有钱，要不您就借网贷吧。好，我借，我这就借。订完了，现在够了吧？账结清了，林小姐慢走。你可真坏，这种绝无计也能干出来。想吃我大户没门儿。可是陈远，现在店里只有一些普通海货了，人流量这么大，靠着之前的鲍鱼和金枪鱼温撑不了多久。我听说李浩这几天又在疯狂下海捕捞了，除了咱们，外面的渠道基本上都买不到高档海货了。既然李浩还不死心，这次我就让他彻底翻不了身。这身影越来越凝实了，不知道以后能不能带我飞天啊！干活了，龙兄！奴隶又进化了，这速度也太快了！不错不错，这些帝王蟹够买1个月了，收！这海参倒是不怎么值钱，不过沈曼那边卖得快，收。是老鼠斑，这鱼可比东星斑还贵，一条少说2、3千啊！这几条就是2、3万，不错不错，收了。收获倒是不错，只可惜蓝鳍金枪鱼没有了，真是可遇不可求啊！居然是海底沉船，那是什么？这么强烈的光，应该挺值钱的，带回去让沈曼找人看看再说。这是深水捕捞器。原来是李浩，现在居然盯上深海货了，看来是没力气了。不过这片海域深都300米了，捕捞器下这么深，成本不低了。到底了，到底了！看见海货了，这么大的帝王蟹，快抓住它！这钱果然不白花。如果不是我的能力，这次恐怕还未得逞了。上货了，大家都给我精神点儿！今天捞不着货，谁也别想回去。李公子，快看，这么大的帝王蟹！我就说哪有什么海怪，陈远就是运气好。大家加把劲儿，今天工钱翻倍！怎么回事？会不会真的是海怪来了？别瞎搅和！这是……那是什么东西？李总，是海怪！开船，快开船！李浩啊，李浩，你不是想垄断吗？我看你没船怎么垄断？
快动啊！我的船啊！你们，李总，其他船都动不了了，快走吧，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李总，船都没了呀！不管你是人还是什么东西，我都不会放过你。帝王蟹大概30只，这群海参应该也能卖4000，这几只老鼠拌能卖3万多，这些应该能撑1星期了。没事儿，没了我再补。对了，你帮我看看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虫子？捕捞的时候发现的，我看着不像普通东西。我干了这么多年海鲜，见过的宝贝也不少，但这东西我真不认识。不过，我觉得有一个人能帮上忙。谁？钱会长，他在省城混了几十年，认识博物馆的人，你去找他帮忙准没错。行，那我明天就去找一趟钱会长。这东西要是真值钱，你回来可得请我吃饭。一顿哪够？要不我以身相许行不行？你再说这种话，我就把你从听海阁撵出去。沈曼这女人，明明心里高兴，偏要装正经。好了，你人没事就好，船没了可以再买。3艘新船我花了80多万啊，就这么没了。钱没了还能赚，你要是出了事，我怎么办？一定是陈远，一定是他搞的鬼。陈远他就是一个打鱼的，哪有那本事？也可能是暗流呢。暗流能把船打翻？李浩这个废物越来越没用，早知道陈远现在这么厉害，当初我就不该跟着他害陈远。不行，我得给自己留条后路。你一会儿去省城了，就穿这身去。我这身怎么了？挺好的呀。走，跟我出去一趟。去哪儿？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欢迎光临，两位想看什么车型 ？A8有现车吗？有的，这边请。你要买车？车是送你的。什么？送我的？你现在好歹也是听海阁的股东，出门连辆像样的车都没有，丢不丢人？沈总说的对，看来我只能以身相许才能报答你了。贫嘴！这车不便宜吧？老板，你真有眼光，这是奥迪 A8L 55 TFSI Quarq 尊贵型 3.0T V6 发动机，340匹马力，0-100加速只要5.7秒。配置方面，华格纳真皮座椅、后排足底按摩，通通都有。落地价120万左右，目前现车只有这一台。120万啊！这要搁以前，我就是天天25小时捕鱼也赚不到啊！就这台了，全款。今天能开走吗？能。两位稍等，我这就去准备合同。美美，你来的正好。刚才那对客户全款提了一辆 A8，100多万啊，眼睛都没眨一下。谁呀，这么有钱？那俩人。陈远，他怎么了？美美，你认识他们？陈远，你明明这么有钱，我只不过是带闺蜜吃顿饭而已，你就摆了我一道，还让我自己掏了8万8，这笔账咱们慢慢算。真皮座椅，大屏导航，100多万的车就是不一样。几个月前我还在渔船上风吹日晒，一年赚不了几万块，现在居然能开着 A8 去省城卖古董。龙哥，你可真是我的贵人。陈远，可把你盼来了，一路上辛苦了。钱会长客气了，这次是我麻烦钱会长了。哎呀，上次在网上看到你那儿的金枪鱼和鲍鱼胶，我到现在都后悔没能亲眼到现场看看。那蓝鳍金枪鱼400多斤啊，还有那鲍鱼胶满石头都是黑金鲍。我这辈子跑遍沿海，头一回听说有人能弄到这种货。钱会长过奖了，运气好而已。而且我专门给你带了一些黑金鲍鱼和金枪鱼肉，有心了啊，陈远。你那可不是运气，你陈远有没有本事，我心里有数。走吧，古董行的人我约好了，在2楼等着呢。你好，我是省收藏家协会理事刘经理。不知道小伙子有什么好东西，能让钱会长亲自跑动？您看看这个，
这是汉代的鎏金铜蚕，你们看这锈色，这铜质真品，绝对是真品。这东西估价多少？我干这行20年，经手的青铜器不下1000件，但这鎏金铜蚕我只见过2次，一次是故宫的馆藏，一次就是今天。我预估市场价格在80万左右，不过2天后正好有场拍卖会，我觉得价格可以更高。如果需要，我可以麻烦刘经理了。就这么一个小东西就值80万啊！那就2天后上午10点准时开拍，陈先生一定要到场。这种级别的东西，我也想亲眼看看它能拍出什么价。今天不早了，你先去酒店安顿，晚上带你尝尝本地特色菜。行，我听您的。对了，你明天有空吗？陪我去蓝山湾钓2竿，这儿的海域可和鱼峰镇不太一样。蓝山湾，我正好也想去看看呢。今天收获怎么样？不多不多，钓了1天才3条。哇，你太厉害了，不像我钓了1天什么都没有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是来喂鱼的呢。这蓝山湾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钓上鱼的，得靠经验。不信，你看那边的俩生瓜蛋子，不也是做2小时，毛也没有吗？唉，难道今天又要空军了吗？这都钓了2个小时了。钱老，不如我们换个位置试试看，说不定会有好货。行，说不定就是位置不好，听你的。钱老，可以在这下竿。小伙子，你当鱼是你家养的呢，说在哪儿就在哪儿。就是，像我这种老手都钓不上来鱼，你随便找个地方就行。一个外地人瞎指挥。2位大哥，这钓鱼可不分本地人和外地人，有没有货，待会儿就知道了。哼，行，我就看看你小子有什么能耐。上货了！什么？这么快？看样子是条大鱼啊！我去，这是野生的红椒鱼，乖乖，这得有5斤了吧？哈哈哈哈哈哈！陈远，你小子果然是捕鱼好手，我服了。这不算啥，在岸边鱼还算少的，真正的宝藏在深水区。小伙子，你才钓到1条就敢说出海，你也太狂了。对啊，你刚才也许是运气好，大海中的风浪，你还年轻，你把握不住。钱老，你觉得呢？哈哈哈，小子，我信你。风浪越大鱼越贵，走，租船去。老板，这都漂了半小时了，一口没有，要不咱回去吧？是啊，老板，这水这么深，能有鱼才怪。钱会长，把杆子往右甩3米，沉到底。往右？这黑灯瞎火的，你能看见鱼？您试试就知道了。老板，这大晚上的，伸手不见五指，他能看见啥？年轻人吹牛也不打草稿。来了，好大的劲儿！真有钩了！这小伙子太邪了吧？还不快来帮忙！这是3刀鱼，不可能吧？3刀鱼很稀有吗？稀有，这种鱼在香港酒楼1斤能卖到2000块，而且有价无市。我听老渔民说过，这鱼只在深海活动，一般网都网不着。小伙子，你到底是怎么看见的？这大晚上的，你长了一双什么眼睛？运气好，运气好。陈远，你小子真是我的福星！这条鱼少说8斤，16000到手了。老板，赶紧下竿吧，说不定下面还有呢。对，老板，你赶紧再来一竿，让我们开开眼。钱会长，一条一条钓太慢了。那还能怎么办？让船老大往那边开50米，不如咱们在那边撒一网试试。撒网？
这大晚上的，你确定？这万一没有，咱们可是白费力气啊！就听陈远的，撒网！就是现在，下网，快！就是现在，可以了，拉网！沉，好沉，真有大货，给我起！这是蓝点马鲛鱼，这么大的马鲛鱼，我这一条少说也3斤，这一网得有上百条吧？我觉得这一网至少有400斤。田会长，马鲛鱼市价多少？哈哈哈，这种野生的蓝点马鲛，一斤最少80块，400斤就是3万2。就这么一会儿，捞的鱼就顶我半年工资了。小伙子，你该不会是海神转世吧？小伙子，以后你出海，我免费给你当船工，不要钱。行了行了，你们俩少拍马屁，赶紧把鱼收拾好，别让他们闷死了。快凌晨1点了，今天差不多了，咱们返航。晚上返航不安全，不如就在船舱休息一晚，明早返航吧。行，听你的。那你也早点休息，这海面上风大，小心着凉。趁他们睡了，下去看看。这是黑刺参，这么大的个头，在渔风镇那边可从来没见过。这种品相的海参，一斤起码3000块啊！收了。这些贝壳挺好看的，沈曼在店里忙前忙后，不如回去给她带点礼物。金色的，这么大的金珍珠，在市场上能卖到几10万一颗。那是什么？这不是普通海胆，这是紫海胆黄，一斤能卖上千块。这只海胆黄够沈曼在听海阁搞1个月的招牌菜了。出来！陈远，你这一宿没睡，晚上风大，睡不着，随便摸2把。摸2把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海胆，这么大个头的黑刺参，哪有这么大的海胆？这他妈得长多少年啊！金色珍珠，还是正源无瑕的。陈远，你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吧？这东西有价无市啊！这些东西哪来的？你昨晚下水时摸到的？估计是刚才起网动静大，把这些宝贝震出来了。船边能摸到金珍珠和海胆黄，你别骗我们，这地方咱们以前也没少来啊。行了，不管怎么来的，落到咱手里就是宝贝，赶紧返航。这珠子你先收好，它的价值没法用普通海货估量。回去找省城的刘经理长长眼，听钱会长的。返航。哟，这不是昨晚那几位大老板吗？怎么样，一晚上捞着什么了？不会空军吧？正常，我早说了，这片海晚上没货。老板，货放这儿吗？放这儿吧，盖子打开，透透气。这是蓝点马鲛鱼，这么多，还有活的3刀鱼，你们一晚上就捞了这么多极品？运气好而已。老板，3刀鱼怎么卖？我出2200一斤，这么多活马鲛，整批给我130一斤，我全要了。别抢，大家一个个来，价高者得。陈远，除了海胆黄，其余的都被抢光了，总共11万2千。大家辛苦了，这是你们应得的。老板，这太多了，拿着，以后出海还得靠你们。赶紧回去休息吧，明早省城的拍卖会就开始了。妈，怎么了？陈远，我听美美说，你第一次跟她约会就带她去酒店，最后房费还是人家姑娘付的，你还是不是我儿子？他真是这么说的？妈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他那天带了一桌人想吃我大户。人家美美说了，那是考验你，而且她说她还想再见你一面，好好谈谈。告诉他不用见了，我有女朋友了，比他强1万倍。看来只能找沈曼帮这个忙。那位就是赵德茂，省城收藏界的泰斗。现在的拍卖会真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进了。第一件拍品，清代粉彩花鸟纹瓶，起拍价8万。钱老，这瓶子一般吧，普通民谣8、9万顶定了。
不懂装懂。这品相至少值15万，没见识就滚出去。9万，恭喜成交。第二件战国青铜残鼎，底价2万。可惜了，是个缺腿的废品，不值钱。这鼎不是看上去那么简单啊！钱老，这个拍下吧。这鼎都残了，你要它干什么？只是想研究一下，反正也不贵。2万买个破铜烂铁，真是土包子进城，见什么都想买。 2万，还有没有？2万，成交。找时间好好研究一下。现在是第5件拍品，汉代鎏金铜蚕，起拍价50万。看见没？这才是真正的好东西。我出52万，55万，58万，65万。这东西我势在必得。90万，还有没有比这位先生出的更高的？90万，第一次、第二次、3次，成交。90万，真是疯子！90万，这你这铜山也算卖了个好价钱。刘经理的眼力果然难别烂。铜山居然是他的，还是个运气好的土包子。这是虎符，这东西应该比铜蚕还少见吧？本次春季文物拍卖会，请等一下，我这里有一颗天然的海水金珍珠，想请各位看看。各位，这颗金珍珠直径16毫米以上，圆度完美，光泽顶级，初步判断为天然海水珍珠。这颗金珍珠起拍价10万。没想到这小子好东西还不少。这么大的天然珍珠可是有价无市，我出20万，我出23万，25万，我出30万，谁也别和我抢。我出40万，只为和这小兄弟结个朋友。该死，又是姓赵的。40万，第一次、第二次。第3次成交。陈远，一颗珠子30万，加上铜钱的90万，你这短短2天就是100多万啊！虽然说我也是股东，可分红还没见着影呢，这钱才是真真切切的在自己兜里啊！小伙子，留步。小伙子，我是一个古董收藏家，不知方不方便留个电话？以后有好东西可以直接联系我。没问题，我叫陈远，幸会。我看你刚才只拍下了那个残鼎，是不是你知道它的来历？就是这个，这东西锈蚀严重，3足还缺了1足。你要是想出手，我最多出5万，算是交个朋友。赵总，您瞧瞧看，这是双层鼎，有夹层。有。陈远，这鼎不管里面有什么，我愿意出200万买，不开盖子，直接买。赵总这么有诚意，我也不能小气。里面就是这个，这是战国错银虎符，而且还是完整品，错银卧虎符，2半都在，铭文清晰。这东西全国博物馆里都没几件。陈远，这虎符卖给我300万，现在就转账。300万，行，赵总是识货的人，我信你。我就喜欢你这种爽快的人，以后在省城有什么事儿尽管找我。陈远，我长这么大没见过比你赚钱更快的，短短2天，你进账快500万了吧？多亏钱老帮忙了。听海阁虽然不错，但是渔获还是太贫瘠了，再加上有禁捕令，你在那边很难有作为。省城这边消费能力强，你那些极品海货在这里能卖出翻倍的价。钱老说的对，我建议你和沈曼在省城开一家听海阁分店，店面我来找，前期投入我出1000万，你俩出技术和货源，占60%，怎么样？钱会长，这事儿我得跟沈曼商量一下。听海阁毕竟是他一手做起来的，应该的。沈曼那丫头有眼光，和你俩合作我放心。怎么了，沈总？想我了？少贫嘴。拍卖会怎么样？顺利吗？很顺利，具体的回头跟你细说。现在有2件事得和你说。行，你说。钱会长提议在省城开一家听海阁分店，他想入股，咱们3个人一起干。这主意不错，余丰镇的资源确实少了。那就这么定了，具体事项拟好了咱们再聊。行，那第2件事呢？那个，你当我几天女朋友怎么样？什么？女朋友？
上次不是我妈逼我相亲吗？我怕她又给我找，我就说我有女朋友了，到时候需要你帮我顶几天。你找别人不行吗？在我心里，只有你才是我心目中女朋友的样子啊。行，到时候我得好好打扮打扮。钱老，沈办同意合作了，还是年轻人爽快，店面我来安排。钱老，我打算买条船，可不可以帮我找条二手渔船，能跑远海的，预算100万以内？当然没问题，明天带你去看船。钱会长介绍的人，我肯定给最低价。这条是去年刚下水的钢制渔船，12米长，配了最新探鱼器，续航500海里，原价120万，现在90万拿走。陈远，上去看看。这可比我爷爷那艘破船强了100倍不止啊！这下能跑远海了。船底钢板完整，发动机也没有暗病。90万瞬间就花完了，接下来还要租码头、装修店面、进设备，这点钱远远不够啊！老板，这地方探鱼仪上没啥信号，只有几只小鱼啊。蓝点马鲛鱼喜欢待在清水区水流交汇的地方活动，这个季节它们应该在水下30到40米的中上层。把船往东偏南方向开，那边水深变化大，容易聚鱼。老板，你怎么懂这么多？捕得多了就有经验了。老板，还是没信号啊？会不会是这片海本来就没鱼？是马鲛鱼群，鱼群宽度近100米，应该不下3000斤。停船，就在这下网，放深一点，拖慢点，马鲛鱼游得快，水速跟不上它们就跑了。可是老板，探鱼旗上啥也没有啊。有时候经验比这些机器好使多了。鱼群过于分散，就是现在，收网！沉，太沉了，老板，这网至少有400-500斤，1斤80块，400斤就是3.2万。老板，你真是神了，连探鱼器都检测不到，你怎么知道的？马鲛鱼在水下游会发出一种低频声，老渔民都懂。老板，我干船工10年，还是头一回见这种本事。哪有什么技巧啊，多亏了龙兄。待会儿把鱼都装活水舱里，别闷死了。检查一下活水舱的氧气泵。马鲛鱼离水容易死，必须保持活水循环。蓝山湾往东30海里有一片暗礁群，当地渔民叫老牛礁，水流急，浮游生物多，是大黄鱼的传统产卵地。不过这个季节禁捕期刚过，应该能碰到落单的鱼群，就去这儿。咱们现在往东开，去老牛礁。老牛礁，老板，那边礁石多，容易挂网啊。没事儿，咱们慢点开。大黄鱼喜欢在礁石边上的泥沙底活动，这个时间点，它们应该刚吃完食，正在往回游。咱们赶潮水去。老板，有信号了，但是鱼群散得很开，加起来可能不到100斤。这可不是没有鱼，而是鱼片海里太近了，探鱼器扫描不到，这群目测至少500斤。现在把船开到礁石上风处，顺着水流漂网。老板，礁石区漂网容易挂底，万一网破了，大黄鱼没捞着，还会赔一张网啊！放心，按我说的做。现在收网，慢一点收。大黄鱼，老板是大黄鱼。老板，这网至少300斤，大黄鱼1斤200块，这300斤就是6万啊！我干了这么多年，还是头一次见一网能捞这么多大黄鱼。品相不错，这批货在省城还能多卖2成。你俩把大黄鱼分箱装好，加冰保鲜。提醒比大黄鱼还低，是失败。老板，鱼群一般都是一波流，捞完这网估计就散了，咱们返航吗？不返，咱们往东开，去外海沟。外海沟那边水深70-80米，咱们的网根本捞不着东西啊！捞不着就用别的办法，开船吧。老板，这里的水深已经快90米了，探鱼器扫不到底，就在这儿停船吧。老板，你真是……老板不行啊，这水深快90米，你一下就不要命了。放心吧，我水性好得很，你俩就在这儿等着。可是老板。老板不会想不开吧？能力升级了，居然可以保持人形态在水里了，就是你们了，还是双手用起来舒服多了。老板下去快10分钟了，咱们怎么办？再等等，我相信老板。什么东西？我眼花了！这些东星斑自己飞上来的，真是东星斑！这玩意儿1斤能卖300-400块啊！这11条少说5-6千，一共11条，每条都有4-5斤，加起来50来斤。老板，你可吓死我们了！我俩还以为你以为我喂鱼了。放心吧，我水性好得很。老板，你在下面到底干了啥？
这鱼自己就往上飞。运气好，碰见鱼群了，鱼群受惊逃窜跳上来的。老板，跟你捕鱼这2天，比我这10多年都精彩。行了，赶紧装回水仓吧，这鱼娇贵，死了就不值钱了。不对劲儿，刚才下闪的时候东星斑还缩在洞里，现在怎么全跑了？居然一条都没了。这是章鱼，这体型怕是活了上百年了吧？这上百年的章鱼实在是难得一见。吴看看他们真面目，回去去吧。你不怕我？还想跑？老板，这什么东西？这是章鱼触手，应该是和别的海货打架断了的，我顺便捡的。这是海怪转世吧？这得多大的章鱼啊！吸盘都比我头大了。别管它多大了，先装冰罐里带回去看看能不能卖。我们返航。陈远，你这一趟出海收获怎么样？收获还是挺大的，您自己看看吧。这是你这2天捕的？马鲛鱼大概有400斤，大黄鱼是300斤，还有东星饭50多斤。你小子是海神转世吧？人家出海都是捕鱼，你去进货了，这密度都不科学。那个还有2根章鱼触手。章鱼触手？什么章鱼？我操！这触手，这章鱼得有多大？你们就3个人怎么弄上来的？我也是运气好，章鱼应该是和别的海货打斗断裂的，我也没见着全貌，顺手捡的。你小子运气实在是逆天，光这些活鱼就10几万的货了，这章鱼束手这么大，卖个1万把块也不是问题。那就好，钱会长，这些货咱们先放哪儿？麻烦了，新店那边还在装修，鱼缸和冷库都没弄好。省城这边我手头也没有这么大的活水设备，这么多货挤在一起，怕是撑不了几天。老板，那怎么办？大黄鱼和东星斑娇怪得很，这活水枪里最多撑2、3天就全翻肚子了。别慌，这些货就先放在船上，这2天勤换水应该没问题。净化水质的能力又提升了，这下撑半个月都没问题。你们俩快来看看，这水怎么这么清？老板，这鱼不光没死，甚至比昨天刚上船的时候还精神。你们看这东星斑，它还在追里面的小鱼吃样子，这哪像是离开大海的样子？陈远这小子浑身都是秘密。沈曼，你怎么来了？这不是新店快开业了吗？我来看看进度。你是来看店的，还是来看陈远的吧？钱叔，您说什么呢？他一个大男人，我看他干什么？陈远，醒醒，你看谁来了？陈大古督，你倒好，让钱会长一把年纪在这干活，你自己大白天的就在这睡大觉啊？沈曼，你怎么来了？还不是来视察你工作的。沈总，你是不是想我才来的？谁想你了？少贫嘴！我是来看看你的鱼准备好了没。走，我带你看看蓝山湾的海货。这批货品相真好，个头大，活力足。果然，余丰镇的海域还是太贫瘠了。那不如我们把余丰镇的听海阁也迁移到省城这里。可是余丰镇的听海阁是我的心血，而且它已经步入正轨了，我不想就这么放弃。那不如这样，我们从这边海域捕获大量极品鱼苗，直接投放到余丰镇的海域，搞个海洋牧场。这样可以吗？跨海域投放成活率很低的。放心，
有我在，我觉得应该可行。行，只要你敢做，我就听你的。小远啊，你赶紧给我发个位置，我和美美已经到省城了，马上来找你。什么？你和林美美到省城了？怎么了？脸色这么难看？我妈打电话说她带着林美美来了，人已经在省城，让我赶紧发个位置过去。就是你那个相亲对象，你妈真把她带来了？估计是林美美花言巧语把我妈哄醒了，我得去见一面，把话说清楚。那走吧，我陪你一起去。你也去？你去干什么？怎么？你自己上次亲口说的，让我当你几天女朋友应付相亲，现在想反悔？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是怕那女人嘴里不干不净，让你受委屈。放心吧，就凭她还给不了我委屈受。差点忘了，这个是我在海底下捕捞的时候偶然发现的，送给你。算你还有点良心。妈，您怎么大老远跑省城来了？小远，小远，这位姑娘是？妈，正式给您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女朋友沈曼。你个臭小子，你真找女朋友啦？我还以为你上次电话里是怕相亲，故意骗我的。妈，我什么时候欠过您？阿姨，咱们在车上不是说好了来看陈远的吗？怎么这包间里还有别人？林美美，你耳朵聋了？这是我女朋友，不是什么别人。如果非要论关系，这屋里只有你才是外人。陈远，你……好了好了，既然都来了，都先坐下，坐下喝口茶，慢慢说。陈远啊，其实上次相亲的事儿是我故意对你的考验。我那些闺蜜们都说，看一个男人真不真心，就得看他舍不舍得为女人花钱。你那天的反应嘛，虽然确实有点小气抠门，但我林美美也不是那么物质的人，我也就不在意那些细节了。考验？带足足一桌子我不认识的人，去5星级酒店点8万多的菜，然后让我这个男方来付钱，这叫考验？你管这叫不物质？什么8万多？美美，你在家里不是和我哭诉，说你们就是简单吃了个便饭，小远连个单都不买就跑了吗？阿姨，那都是误会，是服务员上错菜了。林小姐，第一次跟人相亲见面，就带着一桌子陌生人杀进5星级酒店，不仅点了最贵的毛子、华子，还专门挑顶级的帝王蟹，一顿饭精准的吃了88800。我很好奇，这是你的误会，还是你从小到大就习惯用这种要饭的方式来考验别人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我和陈远两家人的事儿，轮得到你个狐狸精在这里插嘴？美美，你先别急，小远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妈，林美美约我在听海阁见面，她自己订的包间，自己带了一桌人，自己点的菜，我只点了1道菜，还是自己付了钱，剩下的8万多是她自己付的，我也没坑她。美美，真的是这样？阿姨，那是因为陈远他当时没说他是听海阁的股东，他故意看我出丑。股东？小远是听海阁股东？林小姐，陈远是不是股东，跟你带一桌人去吃大户有什么关系？你是奔着人去的，还是奔着钱去的？阿姨，您看他就这么欺负我。美美，你先别激动，沈曼这话说的也不是没道理。阿姨，您帮他不帮我？我谁都不帮，我就是觉得第一次见面点8万多是有点多了。行，你们一家人合起伙来欺负我是吧？陈远，你等着，有你后悔的一天。小远，你也不早点跟我说清楚，我还以为是你把人家姑娘得罪了。妈，我跟您说了，您不信啊？姑娘，我刚才说话急，你别往心里去。阿姨客气了，长得真好看，小远，你可不能欺负了人家。妈，我哪舍得欺负她，她不欺负我就不错了。陈远，新店那边还有几天就开业了，你这次争取多弄点不一样的货，光有马鲛鱼、大黄鱼，种类太单一了。明白？我这次去更深的海域碰碰运气。老板，东西都准备好了，这次争取带点更稀罕的。开船！老板，这里水深已经130米了，探鱼一扫不到底，就停这儿吧，我从剩下。老板，你小心点儿。
这片海域的货还算可以，这是青蟹，不对，是深海大红蟹，一只至少4、5斤。市面上这种野生大红蟹1斤能卖150，这10几只就是上万块。黑刺参，这么大的个头，1斤能卖2、3千，收了。这是金钱斑，这东西可比东星斑还稀罕，1斤能卖600块。这条少说8斤，就是近5000块。响螺1斤能卖120，这10几只加起来20来斤，蚊子再小也是肉，收了。老板，这是大红蟹，这么大个儿，清点一下。大红蟹15只，黑刺参2条，金钱斑1条，响螺16只。老板，开门红啊！装好水刺，继续。老板，东偏北方向有一片泥沙地，沙地上有10几只大海螺和青蟹，要过去吗？先等等。老板怎么了？暴风雨要来了。不会吧，老板？老板，暴风雨真的来了，咱们赶紧返航吧，再晚就来不及了。老板，不对，这是台姆云，要起大风暴了，掉头全速返航。老板，浪太大了，船走不动。老板，浪好像小了。老板，那边好像有人，把船靠过去。老板，这种天气靠近太危险了，咱们现在自身都难保。现在救人要紧，把船开到上风处。抓住！坚持住，别松手！老板，那是什么？不好，是食人鲨！快拉绳子！用力拉绳子，别停！你长好舵，别让船飘走！老板，你要干什么？不好，来不及了！老板！现在想跑，晚了。老板没了，都怪我，是我没拉住绳子。别说了，赶紧拉人！老板他没上来。那是老板，老板还活着。老板，你刚才真是吓死我们了。那条鲨鱼那么大，你就这么赤手空拳跳下去？好了，没事了，先去看看货还剩多少。老板，刚才风浪太大，活水舱盖子被浪掀了，跑了不少鱼，总体损失至少60%。完了，这一趟算是白忙活了。小兄弟，都怪我，要不是为了救我，你们也不会耽误返航，货也不会跑这么多。货跑就跑了，不算什么，只要人还在就行。我叫林海东，这是我的名片。我在省城也是做海产生意的，以后有什么事儿尽管找我。好，谢谢林总。今天你救了我2次，一次沉船，一次鲨鱼，这个恩我林海东记一辈子。林总客气了。启动引擎，全速返航，送林总回去。哎呀，就剩这么点儿，这些货后天开业根本不够撑场面。明天我再出一趟海吧，再去深水区碰碰运气。你疯了！你连着在海上漂了几天了，连命都不要了。没事，我身体好，扛得住。你扛得住？你看看你那2个帮工，他们还扛得住吗？你看他们腿都在打颤。连着出海，不出事才怪。陈远，大恩不言谢，有什么事随时给我打电话，后会有期。林总慢走。这次要不是为了救他，咱们的货也不至于跑了60%。
你们救了谁？他说他叫林海东啊，还说是做海产生意的。你说谁？林海东？你说林海东？海东集团的林海东？是啊，他说他叫林海东，做海产生意的。钱会长，您认识？陈远，你知道林海东是谁吗？不就是个在省城做海产生意的老板吗？他是省城海鲜市场的幕后大佬，省城一半的海鲜码头、冷库、物流车队，全是他们林家的产业。我的妈呀！那我们刚才救的那个人是省城海鲜市场的土年王。你小子真是命好，救谁不好，偏偏救了他，这可是天大的人情，够你用一辈子的。你们在说什么呢？林海东到底是谁？是陈远刚才出海救下的一位贵人，这个回头再跟你细说。沈曼，你先回去盯着店里的布置。陈远，你今晚必须好好休息，哪儿也不许去。后天咱们准备开业。现在店里就剩这么点货了，唉，今天来的都是省城有头有脸的客人，这点东西根本不够看啊！先卖菜单上有的货吧，能撑多久撑多久。哟，这不是上次拍卖会那个卖古玩的小子吗？怎么，古玩混不下去了，跑来开海鲜店了？卖古玩只是偶尔为之，我本质上就是个打鱼的。感谢周总今天特意来捧场。哈哈哈，对对对，捧场来的。听说你们听海阁今天分店开业，我特意来看看有什么顶级尖货。嘿，我的老天爷！老板，你这水缸里怎么空荡荡的，连个鬼影都没有啊？你这是开的高端海鲜酒楼，还是在这开街边杂货铺呢？周总，货不在多，在精。这几条马鲛鱼全是深海野生的。您再看看底下，黑金鲍，您见过这么大的吗？再精也就这点量，我还以为你有多大本事呢，原来就是个摆地摊的。你这种小打小闹，趁早关门算了。周总，开业大喜的日子，您说话别太过分。我说的是实话啊！大家看看，这缸里有几条鱼，够几桌客人点的？货确实少了点，吃不到什么好东西，换一家吧。陈老板，林总让我们来送货，一共6车顶级海鲜，请您签收。林总，对，林海东林总。这是澳洲龙虾，这么大个，那是法国蓝龙虾，全是活的。这家店的老板到底什么来头？周总，您刚才说什么？货不够，现在您看看想吃点什么？老板好手段，那就试试澳洲龙虾吧。哼，多谢林总好意，这个人情我记下了，您客气了。陈远，林海东这是下了血本啊！6车顶级货，价值绝对超过200万啊！他这是给你撑场面来了。老板，开业才3个小时，流水已经破15万了。于凤镇老店人流量最高的一天也才15万。让后厨稳住阵脚，按顺序出菜，千万别乱。赵总，您怎么亲自来了？哈哈哈，你小兄弟开业，我当然要来捧场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哎，那不是赵德茂吗？省城收藏界的大佬，身家几10个亿呢。我的天，这家店的老板到底什么来头？连赵总都亲自来捧场。陈远，连林海东那个铁公鸡都舍得给你送这么多货，看来你们关系不一般啊！运气好，我之前出海碰巧救过他一次。这是开业贺礼，拿着。这块玉居然和我的黑龙能力有所共鸣。赵总，这太贵重了，我不能收。不用客气。这块玉跟了我20多年了，我总觉得它有点不一般，但放我手里也是暴殄天物。给你，你也许用得上。谢谢赵总。行了，你忙你的，我去楼上包间尝尝你的手艺。握着它，我在水下的视野比之前远了至少1倍。有这块玉，以后出海找鱼群、找珍稀鱼苗就容易多了。各位今天都辛苦了一天，今晚上我请客，咱们弄点好货吃。老板，今天咱们光那个澳洲龙虾就出了100多只，
太猛了！就是再来也迟了。我在蓝山湾打鱼这么多年，还没见过这种规模的客流量。陈远，今天一天的流水，你猜有多少？大概在30万左右吧。51万。51万，可以第一天就这么多？主要是多亏了林总送的那6车顶级海货，单价极高，而且今天赵德茂亲自来送花篮，给咱们增加了不少名气，很多土豪都是冲着他的面子来消费的。今天能有这么高的流量，多亏了大家的拼命努力。我决定，今天在场的所有员工，每人发3000块钱的现金奖金，作为鼓励。谢谢老板，老板大吉！对啊，货物的问题，我们不如趁热打铁，直接和林总谈谈长期合作，这对我们来说百利无一害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明天一早我就去找林总当面谈谈。陈远，既然省城这边的开业已经稳了，货源又有林总帮忙，店里还有钱会长坐镇，我打算明天就买票回玉峰镇了。这么急，不多休息2天？老店那边不能一直没人管，而且最关键的是玉峰镇的货源问题到现在还没解决，我怕李浩又在背地里搞鬼。你说的对，于峰镇的货源问题也是时候想个一有勇毅的办法彻底解决了。李浩，咱们的账该清了。陈远，钱会长，快坐。昨天开业怎么样？我听说赵德茂都亲自去捧场了。托林总的福，第一天流水就50万了。那就好。货够不够？不够，我再让人连夜送。林总，我今天来就是想跟您谈长期合作的事儿。我想从您这边稳定拿货，不用白送，按正常的进货价就行。说什么进货价？你救了我的命，以后你店里的货我全部按成本价给你。可是林总，就这么定了，我一会儿让人把单子给你，想进什么货提前1天打电话。澳洲龙虾、帝王蟹、东星斑，你要多少，我给你备多少。林总，这可太感谢了。这个吧，陈远是我兄弟，兄弟开店我还能不帮？林总，谢了。别叫林总，太生分，以后就叫我海东哥。陈远，这项货源问题总算解决了。货源是稳了，但于峰镇那边海域太贫瘠了，要是从海东集团这边进货，路途又太远，确实是个问题。沈曼一个人撑着老店，光靠捕捞不是办法。我想在于峰镇搞海洋牧场，自己育苗，自己投放，自己养。海洋牧场那得投进去不少钱啊！钱可以慢慢赚，但海里的货不能一直靠老天赏饭。我想先出海捕一批野生鱼苗，运回于峰镇海域投放，让那片海重新富起来。小子心够大的，这事儿我绝对支持你。陈远，你这次出海不是为了捕鱼卖钱，是为了捞育苗。育苗娇贵的很，网眼要换小号的，活水仓的氧气一定要开足，多捞几个品种，大黄鱼、黑鲷、石斑、海参苗，能捞的都捞回来。明白。老板，物资都准备好了。钱会长，店里就交给你了，出发。调转船头，我们先去那边。老板，那边方向的探鱼旗上只有几个小红点，估计也就30-40条小鱼，这都不够油钱的，不值得下网吧？探鱼器扫的只是正下方，真正的鱼群在船头偏右30米的位置，那是探头扫不到的死角，就在这下网。网眼用小号的，这地方的水色跟别处也没区别啊，哪来的鱼苗？可以了，收网。老板，是大黄鱼，这些幼苗大概有400多位。老板，你真是神了！太少了，这片区域大黄鱼不多，换个地方。西开那边有一片浅水区，水深不到10米，海底是沙泥地，里面应该有海参苗和海胆苗。老板，那片浅水区暗礁太多了，船开进去很容易搁浅啊。是啊，老板，上次有条渔船不信邪开进去，螺旋人桨直接挂在礁石上，光修理费就花了3万块。你们把船开到浅水区边缘等我就行。做我了。老板，不能再往前了，这里水深不到5米，再走船底就要蹭到礁石了。行，就停这儿吧，我下去。海参苗和鲍鱼苗真不少，正好是于峰镇缺的。那是什么？海马苗？这里居然有野生海马群！海马可是名贵中药材，晒干干的公海马1斤能卖到3-4千块。而且海马养殖门槛极高，渔夫镇从来没人搞过。这批苗要是能带回去养大，比大黄鱼还值钱。不行，海马太娇贵，用手抓或者用网硬捞，绝对会伤到它们。能量不能太强，强了会震伤它们，这刚刚好。
老板，这是海马。海马苗，这玩意儿金贵的很，咱们那地方能养吗？能养。干货公海马1斤3、4千块，比大黄鱼还贵。老板，咱们今天大黄鱼苗400位，黑鲷苗600株，海参苗2000条，海胆苗500多只。还不够，船上还能放，我们把船舱全装满再回。老板，现在去哪儿？开船往东走，那边有一片珊瑚礁，水深大概40米，我觉得应该有黄鳍鲷苗。黄鳍鲷就是那种黄尾巴的鱼。对，黄鳍鲷肉质细嫩，9楼1斤能卖上百块，而且这鱼好养活，最适合咱们于凤镇那边海域的水质。是黄鳍鲷没错了，数量还不少，初步看应该有500倍。老板，这底下啥也没有啊，有几个破洞。是啊，老板，我也没摸到，是不是这片根本没货？拿水枪来。还真有。老板，你咋知道那洞底下藏着这好东西？看这种小孔，孔口如果有一圈细沙堆起来的印子，底下80%有象拔蚌。你们刚才挖的那些洞口边上全是碎贝壳，那是螃蟹洞。老板，你这水枪借我试试呗。哎呦，真有！老板，这种粗活我们来干就行，你回船上歇着吧。老板，现在东西够多了吧？黄鳍对苗、象拔蚌，加上之前的活水舱都快装不下了。暂时应该够了，起锚返航，回于凤镇。于凤镇那片海，马上就不一样了。哎，那不是听海阁的沈大老板吗？他今天怎么亲自跑码头来了？不知道，看那阵势，估计是在等外地运来的什么大货吧。算算时间，应该快到了，准备好接货。你可算回来了，路上顺利吗？顺利，就是货有点多，让你带的人多帮把手。沈总，这神神秘秘的到底是什么货啊？你们自己看。这是大黄鱼苗，这全是野生的。黑竹苗，老天爷，这么多！黄鳍鲷，我活了40年，头一回在这码头见着活的。这象拔蚌也太大了吧，得值多少钱啊？大家静一静，这是陈远，是我们听海阁的股东，这些育苗都是他亲自从外海捞回来的。各位，这些鱼苗我不是拿来卖的。不卖？那你费这么大劲儿捞回来干啥？我要投到这片海里，我要在于凤镇搞海洋牧场，自己育苗，自己养。海洋牧场那得砸进去多少钱啊？我们哪有本钱搞这个？愿意跟我干的，钱我来出，苗我来投，你们只要出力气就行。赚了钱3期开，你们拿3，我拿7。陈老板，你说的都是真的？我们出点力气就能分钱？当然是真的。今晚镇上开会，愿意跟着我陈远干的，全都来。大家静一静，我长话短说。这片海湾我打算分成3个区，外区养大黄鱼、黑鲷、黄鳍鲷，中区养海参、海胆，内区养海马。苗种你们都看到了，都是野生的好苗子。陈老板，海马那东西金贵，我们没养过啊。我请了省城水产研究所的专家来指导，大家跟着学就行。养海马比捕鱼轻松，不用天天出海。陈老板，你说3期开，我们3你7，这账到底怎么算啊？每户按劳力入股，干得多分得多，偷懒的别怪我年底不给分红。陈老板，我第一个报名，我家2只龟闲置很久了，都跟着你干了。行，沈曼，记上。算我一个，我这就把我儿子也叫回来。陈老板，我老了，干不了重活，但我能看网枪，能守夜，你要不要？当然要，老把头，您经验比我们所有人都多，
您给我把关，我们放心啊。陈远，你有担当有本事，对乡亲们还这么好，我当初真的没看错你。浮标放这边，毛绳拉紧，别松了，松了网箱会被浪冲走的。老板，这样梦到了，3台够不够？够了，先装外区的。大黄鱼苗耗氧大，绝不能马虎。你们负责清理海面垃圾，海洋牧场水一定要干净，水好了，鱼才能长得好。余丰镇是时候该变了。时间到了，我们开始吧。今天是第一批鱼苗投放的日子，大家按顺序把鱼苗领走。下一位，我的天！今天录像大黄鱼苗400位，黄鳍鲷苗500位，黑标苗600位。乡亲们，好消息还不止于此，把那个东西带上来。大家看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海参苗，这也能养。听说这海参苗娇乖，不过一旦养好，能挣不少钱呢。大家放心，养殖方式我会一步步教给大家的，只要大家按着步骤来，准没问题。包在我们身上！哼，想搞海洋牧池断我生意，没门儿！可他的苗看起来底子都不错。怎么，你现在开始帮他说话了？没有。陈远，咱们走着瞧。你要的东西都在这儿了，这东西进了网箱，一天能吃掉上百条小鱼苗。多少钱？3万，不讲价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跟你没关系，睡你的觉去。陈远，你的鱼苗一条都别想活。陈远，你费了那么大劲捞的鱼苗，今晚全得给我陪葬。七星炉一条能吃掉你几十条大黄鱼苗，明天早上你就等着哭吧。李浩，又是你！居然是七星鱼，真是下了血本了。陈远，你还想搞海洋牧场？做梦去吧！想走，晚了。怎么回事？海怪！让你也尝尝落水的滋味。哎，那不是李浩的船吗？船都冒烟了，让他天天干缺德事儿，遭报应了吧？陈远呢？让他滚出来！李浩，你想干什么？他弄坏了我的船，我要他赔。陈远弄坏你的船？昨天陈远一直和我们在一起，他怎么弄坏的？对啊，你的船为什么会在这里？李浩，你说我弄沉了你的船，有证据吗？我亲眼看见的，海里还有个巨大的黑色的东西。黑色的东西？你是昨晚喝多了吧？你自己开船装了礁石，还想赖别人？大家先别急，我有话要说。
这些七星炉是昨晚有人投到我们网箱里的。这种肉食鱼，一条就能吃掉上百条鱼苗。这是七星轮，是李浩。昨晚只有李浩的船在这里。昨晚真的是你，李浩，你还是人吗？镇上就指望这些鱼苗翻身，你竟然捅天敌，赶他走！李浩，你爹在世的时候最讲良心，你把他的人丢尽了。我知道。行了，别打了，移交给相关部门吧。呸，活该！这些七星炉苗怎么办？当然留着了，养大了还能卖钱。李浩花钱买的苗，不养白不养。想什么呢？海洋牧场稳了，但还要扩大。海马苗已经适应了，下个月再进一批。钱会长说，省城那边对海马需求很大，价格也好。等第一批大黄鱼上市，我就正式请你当老板娘。谁要当你老板娘？那我找别人了。你敢？那不是李浩的女人吗？她来干嘛？她也不是什么好人。我想跟你说几句话。什么事？说吧。那晚的短信是我发的，我帮了你。我知道。李浩他因为非法捕捞水产品，强迫他人卖掉渔船，还有破坏经营，被判了20年。这是他应得的。对不起，之前我跟着他干过那些事。张丽，你的那些破事我不想听。李浩的到此为止，你离开御风镇吧，这里没人欢迎你。谢谢。第一批大黄鱼一共收了2300斤，卖了46万；黑鲷1200斤，卖了15万；海参干货出了80斤，卖了24万；海马干还在晾筛，预计能卖30万以上。今年第一轮分红，每家每户先发5万，年底还有第2轮。我活了60多年，头一回分这么多钱，陈老板万岁！这片海是大家的，只要好好干，以后年年都有分红。妈，什么？你们来渔风镇了，在天海阁？行，我马上过去。怎么了？我爸妈来了，在天海阁等着呢，说要见我，还有你。那就走吧。曼曼，这就是你说的那个男朋友？妈，你们来之前能不能先打个招呼？哼，打招呼？我要是不来，你是不是打算一辈子窝在这破地方不回家？长得倒是人模人样的，听说你是捕鱼的？阿姨好，我是做海洋牧权和海产餐饮的。海洋牧场不就是养鱼的吗？说的再好听，也是个捕鱼的。妈，陈远他不是你们想的那样，省城天海阁分店是他开的，御风镇海洋牧场也是他建的。一个海鲜店能有多大出息？曼曼，你知不知道？省城赵家公子托人来说亲了，人家是房地产大亨的儿子，家产几10个亿。赵明宇，对，就是赵公子，人家年轻有为，长得也帅，跟你门当户对，你爸和我都看过了，很满意。妈，我说过我有男朋友了。就他一个打鱼的，能给你什么？你俩就住在那破码头，天天跟鱼打交道。叔叔阿姨，我知道你们是为曼曼好。但曼曼的事，请让她自己决定。你算什么东西？我们家的事儿轮得到你插嘴？你怎么也来了？听说你有男朋友了，我来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物敢跟我抢人。你好，我叫陈远。哼，我知道你。听说你在省城开了家海鲜店，还搞了个什么海洋牧场。你知道我赵家在省城有多少产业吗？赵公子，你先坐。曼曼年轻不懂事儿，别和他一般见识。阿姨客气了，我是真心喜欢曼曼的。至于有些人，识相的就离曼曼远一点。赵公子，曼曼不是商品，不是你用钱就能买走的。不是商品。陈远，你一个捕鱼的有什么资格说这话？在省城，我一句话就能让你海鲜店关门。你可以试试。赵明宇，我不喜欢你，更不会嫁给你，你死了这条心吧。曼曼，你跟着他能有什么前途？他拿什么养你？喂，什么？爸，他怎么了？好，我马上回来。老沈，怎么了？爸突然病倒了，
医生说情况不好，让我们赶紧回省城。爷爷，我们尽力了，但需要一支极其罕见的药引子才能配出续命的方子。什么药引？我们马上去找。龙涎香，这东西可遇不可求，不是有钱就能买到的。那是抹香鲸体内的一种分泌物，非常稀有。不管多贵，我们也要想办法。龙涎香的事儿，我听说了一些。不瞒你们说，我家正好收藏了一块，是前些年从海外买来的，足有1斤重。赵老，您愿意割爱？割爱谈不上，但这东西价值连城，不能白送。如果咱们两家能结为亲家，龙三香我可以无偿赠与。曼曼，这可是救你爷爷命的唯一办法，你就答应了吧。曼曼，只要你点头，龙三香马上送到病房，爷爷的病就有救了。不用，龙涎香的事我来解决。你来解决。陈远，你知道龙涎香是什么东西吗？那是抹香鲸体内的，藏在深条鲸鱼里不一定有一条带龙涎香。你以为是你网箱里的鱼，想捞就捞？陈远，这事不是开玩笑，龙涎香可遇不可求，你有钱也买不到。就是，你就别在这添乱了。给我7天，7天之内，我一定带龙涎香回来。7天？你当龙涎香是菜市场的大白菜啊？抹香鲸在深海，水压上千公斤，你下去就上不来了，别做梦了。你还是省省吧，这事不劳你操心。曼曼，你信我吗？我信。一个打鱼的还想找龙涎香，真是不知天高地厚。曼曼，你别信他，他就是故意拖延时间的。真是疯了。他说7天，我就等7天。行，我等7天，7天之后看他怎么死心。这里距离鱼峰镇已经400海里了，水深也超过了2000米。抹香鲸应该就在这片海域活动。已经2000米了，抹香鲸在哪儿？找到了，好大的抹香鲸！是龙麝香，已经快排出体外了。成了！曼曼，已经7天了，那个陈远连个消息都没有。医生说了，再不配药，你爷爷最多还能撑2天。曼曼，你就听妈一句劝吧。曼曼，我家的龙涎香就在这里，只要你点头，你爷爷很快就没事了。他说7天，今天才是第7天。你，曼曼，别执迷不悟了。陈远，哟，这不是我们的捕鱼达人吗？消失了7天，提个破渔网回来装什么神弄什么鬼，随便捡块破石头就想冒充龙涎香。龙涎香，30斤的上等品相，够不够？什么？30斤？这是浮沉了几十年的极品龙涎香，这么大一块，市面上至少值3000万。赵公子，你那块1斤的可以拿回去。3000万。大夫，麻烦您看看这药眼子能用吗？当然能用，这是上品，我这就去配药。你吓死我了！我说过7天，不晚吧？不晚。我们走。陈远，你真的一个人去了深海？之前的事儿是我们不对，慢慢交给你，我放心。对不起，阿姨以前说的那些话，你别往心里去。你是个好孩子。阿姨，我没往心里去。
曼曼，你的眼光确实比我们的好。你就是袁小子，曼曼天天念叨你。爷爷，您感觉怎么样？那块龙涎香的事儿我都听说了。小伙子，有胆量有本事，曼曼跟着你，我放心。你们两个为了救我就要把曼曼卖了，等我彻底好了，我再找你们算账。谢谢爷爷。这是曼曼奶奶留下的，原本是想给孙女当嫁妆的，现在我把她交给你。爷爷，你们俩挑个好日子，把事儿办了吧。新娘子来啦！咱们于峰镇多少年没这么热闹过了。陈远，恭喜恭喜，我来晚了。钱会长，快上船。陈远，新婚快乐啊！兄弟，海东哥来晚了。赵哥，海东哥。那不是省城收藏界大佬赵德茂吗？还有林海东，那可是海鲜市场的幕后老板。陈老板这面子也太大了，咱们跟着陈老板干，准没错。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，礼成。来，大家一起举杯，祝新郎新娘白头偕老，祝海洋不止，年年丰收。干杯！